很多人活到晚年都想错了一件事，以为人缘差、家道冷是自己不够圆滑，运气不好，大错特错。你去看身边那些晚景冷清的老人，大半年轻时都是聪明能干，眼里不揉沙子的人，办事讲理，持家有道，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偏偏老了儿女疏远，邻里疏离，落得个孤单委屈。别怪世态炎凉，也别怪儿女不孝，真正拖垮你晚年人缘的，从来不是因为你不够圆滑，嘴巴不够甜，恰恰相反，是因为你太聪明，而且最要命的是，你这股聪明不懂得藏。老祖宗说，深藏不露是高人，四处炫耀是愚夫。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智慧，佛法里也常讲口业。人与人的交往其实就是因缘，与契机的互动。什么是契机？也就是你散发出来的能量和磁场。你说的每句话，露的每一分锋芒，都是一股能量。这股能量抛出去，撞到别人身上，别人心里就会产生反应，然后这股反作用力还会再弹回到你身上，这就叫契机交感，也是因果的流转。咱们很多人活了大半辈子，最大的亏就吃在这个地方。你以为在饭桌上把别人驳得哑口无言是聪明，你以为出去跟人显摆儿女孝顺，退休金多是本事，你以为遇到事情非要争个清清楚楚，把别人的错处挑出来是讲理，你错了。在佛法的眼光里，这就是在不断的向外露。你把你的聪明，你的优越感，你的底牌全顺着这张嘴露了出去。愚昧的人只要有一丁点优于别人的地方，就迫不及待地四处炫耀，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行。而真正有大智慧的人，心里清清楚楚，世间众生心里都藏着贪嗔痴。你把好东西亮出来，你把锋芒露出来，就是在刺激别人的贪念、嫉妒和嗔恨。你把自己的锋芒当成了利剑，天天拿在这张嘴上挥舞，别人表面上怕你，让着你，甚至奉承你几句，那是为了避免和你发生冲突。但人家心里那个怨气已经像毒草一样生根发芽了，等到你年纪大了，气运弱了，这些平时结下的恶缘就会一股脑的找上门来。所以说，愚者露锋芒，智者仗锐气。真正的大智慧是懂得收敛自己的聪明，绝不拿自己的聪明去碰众生的贪嗔痴，这既是护福，也是慈悲。今天咱们就把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到晚年想保住大半辈子攒下的福报，让家宅和顺，儿女清净，有哪几件事你必须深藏不露，哪怕烂在肚子里，也千万要守口如瓶。咱们先来说这第一件必须烂在肚子里的事，就是想要在言语上压倒别人，非要分出个胜负对错的刻薄话。诸位老朋友，你们想想看，为什么有的人年纪越大，脾气反而越来越倔？在家里跟老伴，因为一盘菜放多放少也能吵半天，在亲戚饭桌上，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非得跟晚辈争得面红耳赤。很多老人家觉得这是我明是非，懂道理，我是为了纠正你们的错误。可是我跟你讲，这根本不是什么讲道理，在这背后作祟的是佛法里讲的一个极难破除的执念，叫做我慢。什么是我慢？简单来说，就是人的心底里永远盘旋着一个高高在上的念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永远是对的。当你带着这种我慢
去和人打交道的时候，你的心是极其狭隘的，根本容不下别人的一丁点不同。一旦别人的意见和你相左，或者别人说了一句不那么准确的话，你的那个我慢就像是被踩了尾巴一样，立刻跳出来，非要在言语上把别人驳倒不可。但是诸位要晓得，当你用伶牙俐齿、引经据典，把对方逼到哑口无言的时候，你以为你赢了道理，其实你是在狠狠地践踏对方的自尊。人要脸，树要皮，你为了证明自己的优越感，把别人的遮羞布当众扯下来，对方的心里会怎么想？他绝对不会因为你逻辑清晰就佩服你，他只会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心里立刻就会燃起一股强烈的嗔恨之火。这股怨气他当下可能发泄不出来，但会在法界之中化作一根有毒的暗刺。这叫什么？这就叫结下了恶缘。你成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赢了一场毫无意义的嘴仗，却在无形中给自己种下了一个仇敌，结下了一道深深的恶缘。这股恶缘日积月累，最终都会反噬到你的家运和晚年生活上。这不就是用自己最宝贵的福报去换一个毫无价值的面子吗？有位老先生72岁，街坊们都叫他老刘。老刘退休前在单位是个领导，大半辈子都在管人管事，退休以后全没了。但他心里那种渴望被人尊重，渴望展示自己脑子清楚、水平高的欲望反而越来越强。他最怕别人觉得他老了、糊涂了，所以每天在公园里跟老伙计们下棋、聊时事。他总是声音最大的那个，不管谁说话，他都要点评几句。有一天上午，阳光很好，几个老伙计围在石桌旁边喝茶聊天，其中有个跟老刘认识了10几年的老朋友老王，正津津有味地给大家讲一段历史故事。老王没多少文化，就是喜欢听收音机，讲的时候为了起劲，把一个历史事件的年份给说差了。其实大家都听个乐呵，谁也不会去较真。偏偏老刘那股子我慢上来了，他当即一拍大腿，大声打断了老王。停，老王，你这简直是胡说八道。那件事明明是这一年发生的，你连最基础的常识都记错，没文化就别出来误人子弟，丢不丢人啊？老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当场训斥，老脸一下就挂不住了，红着脖子反驳了2句。我怎么记错了？昨天收音机里就是这么说的，你别以为就你懂得多。这一反驳彻底激怒了老刘，为了证明自己永远是对的，老刘竟然掏出了手机，戴上老花镜，当场在网上查了起来。查到结果后，他举着屏幕直接怼到老王的鼻尖底下，提高嗓门像宣判一样大声念出了正确的年份。周围有几个看热闹的人没忍住，噗嗤一下笑出了声。那一刻，老王的脸由红变紫，羞愤交加。他猛地站起身，收拾起自己的茶杯，说：行，你懂得多，惹不起你，我回家做饭去了。如果事情到这里结束，最多也就是拌个嘴。但接下来老刘的动作彻底暴露了他被胜负心控制的疯狂。他一看老王要走，觉得自己还没赢得彻底，对方还没认输，竟然一步冲上去，一把死死抓住了老王的袖子。你别走！老刘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喊：你今天必须承认，是你读书少，是你胡说八道，你不承认，这事儿过不去。老王用力甩开他的手，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捂着胸口大口喘气，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公园。当天晚上，老王就因为血压狂飙，连夜被救护车拉进了医院急诊室，差点没抢救过来。第二天，老刘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一样，照常端着保温杯去公园，准备接受老伙计们的敬佩。可是当他走到石桌前时，原本正在下棋聊天的几个老人立刻安静了下来，大家互相看了一眼，默默地收起棋盘，各自拎着马扎散开了。老刘愣住了，喊住其中一个问：哎，怎么我一来你们就走啊？那个老伙计叹了口气，冷冷地说：刘大领导，咱们都是没读过几本书的糊涂人，怕哪句话说错了，再被你气得住进医院，咱们高攀不起。你这么聪明的人，你还是自己玩吧。从那以后整整3年，直到老刘搬家离开那个地方，他在公园里再也没有找到一个愿意跟他说话的人。他赢了那一场关于历史年份的争论，证明了自己的博学和聪明，却亲手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孤岛，凄凉到了极点。诸位老朋友，你们仔细体会一下这件事，知识渊博，脑子清楚，这本来是好事，但在佛法看来，知识再渊博，如果没有慈悲心作为抵制，那就是一把伤人的利刃。老刘为了所谓的真理，非要扯下老朋友，最后的遮羞布，这就是最典型的我执和我慢。在人际关系里，你非要争个绝对的输赢，结果只有2个，要么你赢了，表面上的道理，要么你保住了对方的好感，这2样东西你绝不可能同时得到。而真正聪明的人心里很清楚，争辩取胜除了证明你口齿伶俐之外，没有半点实际的好处，相反，你却因此点燃了别人的怨恨，断送了自己的人情网。大家想想，自己家里是不是也常常这样？老伴听了个偏方，熬了一锅汤，你非要用科学道理去批评他无知。儿女买了个不太实用的东西回来，孝敬你，你非要长篇大论地证明他们乱花钱。你赢了，老伴不理你了，儿女以后再也不给你买东西了，你觉得你划算吗？所以家是讲爱的地方，朋友是讲情分的地方，绝对不是法庭。面对一些无伤大雅的糊涂话，或者与你不同的意见，智者是怎么做的4个字，灵活避开。这就要求你必须舍弃我永远是对的这种傲慢想法，懂得退一步，闭上嘴，维护好对方的自尊心，对方心里舒服了，你的善缘就结下了。第一件要深藏不露的事咱们讲透了，争强好胜的话咽下去。听到这里，有些老朋友心里可能犯嘀咕，南师，我不跟人争对错，我咽下这口气。那如果我家是真的遇到了大喜事，比如我的退休金涨了一大截，或者我那在外地打拼的儿子买了大房子，我高高兴兴地跟大伙分享一下我的福分，显摆一下我的聪明和喜气，这种没有错了吧？我跟你讲句实话，这种好事情，如果你管不住这张嘴，四处去漏，惹来的灾祸往往比你跟人吵一架还要严重得多。这就是咱们到了晚年第2件必须守口如瓶，烂在肚子里的事，收起你那炫耀显摆的虚荣心。你们仔细想想，咱们老祖宗为什么总是教导我们要长风，要韬光养晦？因为世间众生只要还是个凡夫俗子，他的心底里就必然藏着3样东西，佛法里叫做贪嗔痴。这3种习气是深深扎根在人性里的。当你把你身上那些比别人优秀、比别人富足、
比别人聪明的地方毫无保留地张扬出来的时候，你以为别人会发自内心地替你高兴吗？根本不可能。你那刺眼的光芒只会瞬间唤醒周围人心里沉睡的贪嗔痴，你一炫耀，立刻就会招来两股极端的反扑契机。第一种人，他心里起了贪念，他表面上假意奉承你，说尽了好听的话，把你捧得高高的。为什么？因为他惦记上你了，他要在你身上吸血，透过各种借钱求办事来满足他自己的利益。你要是哪天满足不了他，他翻脸比翻书还快，马上就把你当成仇人。第二种人，他心里起了嗔念和嫉妒，仅仅因为你拥有他没有的福气，他就把你视为眼中钉。这种人不会当面骂你，但他会在背后不断地诋毁你，挑拨你和别人的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把你拉下水。所以把自己的底牌和好事情全部亮出来，不是聪明，那是你用自己的嘴在疯狂消耗你的福德。北宋时期有位大名鼎鼎的宰相叫寇准，他这个人年轻时那是绝顶聪明，才华横溢，后来当了宰相，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力挽狂澜，签下了著名的万渊之盟，可以说功劳大的顶了天。按理说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晚年应该享尽清福了吧？可是寇准偏偏有一个致命的毛病，他极度渴望那种高高在上，被全天下人仰视的极致尊荣，而且他从不知道什么叫收敛。他最怕别人觉得他平庸，最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个大才子。功成名就之后，寇准在生活上极度张扬奢靡，当时有一种巨型的红烛，非常昂贵，普通人家根本用不起，寇准家里却夜夜笙歌，点得通明。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他在朝堂上的那张嘴，他觉得自己聪明绝顶，不仅看不起那些平庸的官员，甚至当众嘲弄别人，毫不掩饰自己的锋芒。当时朝廷里有另外一位重要的大臣叫丁谓，丁谓这个人虽然有些心事不正，但也是个极其精明能干的人。有一次朝廷百官在一起举行盛大的宴会，大家正吃着饭，寇准喝汤的时候不小心把一点肉汤沾在了自己的长胡须上。丁谓当时就坐在寇准旁边，他一看宰相胡子脏了，为了讨好寇准，立刻站起身来，十分恭敬地走到寇准面前，亲自拿出手帕，小心翼翼地帮寇准把胡须上的汤汁擦干净。这个举动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丁谓是在溜须拍马。如果是一个懂得深藏不露的大智慧之人，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他可能会微微一笑，轻轻点头道个谢，或者顺手自己接过来擦掉，给对方留个台阶，把这件事平淡地划过去。可是寇准呢，他心里的那股子虚荣心瞬间膨胀到了极点，他觉得这是一个向所有人展示自己清高，展示自己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绝佳机会。于是在这众目睽睽的大庭广众之下，寇准不仅没有领情，反而猛地一摔袖子，指着丁谓的鼻子，用极其轻蔑极度刺耳的声音大声嘲笑道：丁谓，你身为国家的重臣，朝廷的栋梁，大庭广众之下，你居然跑来给我溜须，你还要不要一点脸面？寇准这句话一喊出来，整个大殿瞬间死一般寂静。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觉得自己的形象无比高大，觉得自己的聪明和正直闪闪发光。可是他完全没有看到丁谓
那一刻的眼神。丁谓举着手帕僵在原地，脸上的笑容瞬间冻结，脸色由红转白。丁谓的自尊心被寇准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活生生地踩碎在了大殿的地砖上。那一刻，丁谓心里燃起了滔天的嗔恨之火，他默默地退了回去，一言不发。但他在心里发了毒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寇准赢了那一刻的清高，却亲手为自己打造了一口棺材。后来的事情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丁谓把这股巨大的恨意深藏在心里，拼命地往上爬。几年之后，丁谓大权在握，他立刻联手朝廷里所有曾经被寇准鄙视过、嘲笑过、嫉妒寇准才华的官员罗织罪名，对寇准发起了疯狂的报复。寇准从高高在上的宰相被一路贬官，越贬越远，最后竟然被流放到了当时充满瘴气、极其荒凉的极南之地雷州，一个立下过盖世奇功的大人物，晚年却连个遮风挡雨的像样房子都没有。寇准最终在雷州的凄风苦雨中病痛交加，客死异乡。他死的时候连把灵柩运回老家的路费都凑不齐，凄凉到了极点。诸位老朋友，你们听完寇准的结局，会不会觉得后背发凉？寇准不是不聪明，他是太聪明了，以至于聪明外露，成了一把刺瞎别人的尖刀。你的光芒越是刺眼，你越是极力张扬你的优秀，阴暗处的毒蛇就越是想要咬你一口。咱们讲藏拙，讲深藏不露，这绝对不是教你装傻充愣，也不是教你虚伪，这是一种极其深沉的慈悲。你把你的财富、你的才华、你儿女的成就藏起来，不四处去炫耀，你这就是在保护周围的人，你不去激发他们心里的嫉妒和贪欲，你不给众生造业造恶缘的机会，这难道不是在行大善吗？你替别人护住了心，实际上就是替自己护住了晚年的福报。所以老朋友们，记住我今天这句话，以后不管你退休金涨了多少，不管你家换了多大的豪车，听我的，把嘴闭严实了。遇到别人来奉承你，心里要立刻拉响警报，遇到不如你的人，更要收敛起你那高高在上的姿态，把好事情烂在肚子里，闷声过你自己的安稳日子，这才是真正的护身符。讲到这里，有老朋友又会问了，南师，我不去跟人争对错，有了大喜事，我也管住嘴不去显摆，可是人在世上走，难免会遇到实际的利益分配，难免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如果我真的一不小心得到了一笔大好处，或者遇到那种小人不如我的人纠缠，我到底该怎么处理，才能既不伤和气，又能暗中保全自己呢？这就要讲到咱们晚年必须深藏不露的第三件事，得了好处要悄悄分润，收起你那高高在上的门第偏见。诸位老朋友，你们活了大半辈子，肯定早就看透了一点，这世间的人性绝大多数都是趋利避害的，在利益面前，亲兄弟都能反目成仇。佛法里讲，人心里有一种极难连根拔起的习气，叫做贪结。这个结就像打了个死结一样，死死缠着你的心。当一笔好处、一笔钱财摆在面前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尽办法把它全部划到自己的名下，一分钱都不想让给别人，这就叫吃独食。可是你以为你把好处占尽了，把肉全吃了，连口汤都不给旁边的人留，
旁边那些原本帮过你或者看着你的人心里会怎么想？他们心里的怨气马上就会翻腾起来。凡是以自己的吉利为先，必然会引发强烈的反弹和报复。这股怨恨一旦结下，他们明着不敢动你，暗地里一定会给你使绊子，下黑手。所以真正聪明的人懂得财布施的道理，得了好处自己绝不独吞，悄悄拿出一部分来分给周遭的人。你分出去的看似是钱，其实买来的是人心，化解的是灾祸。我认识一位快70岁的老李，老李退休前是个老实本分的工人，退休后闲不住，就和当年住在同一个巷子里的老邻居陈老伯合伙跑到近郊的山上，开了一家土鸡城。老李手里有一份祖传的药膳炖土鸡的秘方，他出技术和人工。陈老伯呢，刚好在山上有一块闲置的地皮，他出场地，两人当初口头加上简单签了个字，说好了利润分配，老李拿40%，陈老伯拿60%。一开始两人也就是想赚点零花钱，谁知道老李那个药膳土鸡的味道实在是太绝了。没过半年，生意突然大火，每到周末，城里开着轿车上山来，吃鸡的人排起了长队，那流水账哗哗的往里进，这利润一翻倍，人心就开始浮动了。老李的儿子本来在城里上班，一看这生意这么赚钱，周末就跑上山来帮忙。儿子查了查账，心里极度不平衡，天天在老李耳边煽风点火：爸，你糊涂啊，这土鸡城能火，全靠咱们家这独门配方，那是核心技术。陈家那个老头子就是出了块破地，平时啥也不干，凭什么他拿60%，咱们拿40%？这太吃亏了。儿子怂恿老李去闹，说咱们得重新谈判，最少也要把利润倒过来，咱们拿60%，他要是不同意，咱们就带着配方走人，去对面山头自己开一家，把他这边的生意全抢光。诸位想想，如果你是老李，看着每天白花花的银子大把大把的进了别人的口袋，你心里是不是也会起贪念？老李看着账本，心里确实也动摇过，连续好几个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可是真金白银啊，谁不想多给儿女留点钱？可是老李是个念旧情的人，他在最关键的那个晚上突然想起了10几年前的一件事。那时候老李刚下岗，老伴又生了重病住院，家里连下锅的米都快没了。是这个陈老伯一句话没问，大半夜塞给他一个信封，里面装了2万块钱的救命款，连个借条都没让他打。想到这里，老李出了一身冷汗，他心里的那个贪结瞬间被打破了。第二天，儿子又来催他去跟陈老伯摊牌，老李猛地一拍桌子，指着儿子的鼻子痛骂：你给我闭上那张贪得无厌的嘴，凡事只顾自己吃肉，连口汤都不给别人喝，迟早要遭报复，做人不能这么丧良心。老李不仅把要挣利润的话死死咽进了肚子里，而且转身带上围裙，走进了又热又脏的后厨。从那天起，老李干活比以前更拼命了，杀鸡炖汤洗碗，从来不在陈老伯面前抱怨一句，更没有提过半个字要改分成的要求。陈老伯是个明白人，难道他看不见这生意是怎么火的吗？难道他猜不到老李家里会有想法吗？他全看在眼里。老李的这份厚道和退让，让陈老伯心里既感动又愧疚。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陈老伯主动拿着一份重新拟好的协议找到老李。陈老伯说：老伙计，没有你的手艺，
我这块地就是个荒草坡，从今年起咱们利润55分，而且我已经去把这块地的使用权上加上了你的名字，只要这店开1天就有你的1半。这一下老李的儿子在旁边羞愧地低下了头。老李用自己的退让换来了最坚固的信任。后来旁边山头上确实有人跟风，开了好几家土鸡城，甚至有人暗中捣乱，但老李和陈老伯2家人抱成一团，硬是把生意安安稳稳的做了10几年，赚的钱足够2家的小辈在城里买车买房。老朋友们，你们体会到了吗？面对极大的利益诱惑，老李舍弃了眼前那点贪欲，让出了一部分利益。这就是最高级的体贴，也就是佛法里的财布施。你破除了独占的贪心，看似在金钱上让了一步，其实你是把那些可能爆发的怨恨、嫉妒和散伙的灾祸在无形中全部化解了。你让出去的利益最终会变成铜墙铁壁一样的善缘，死死护住你的晚年。所以老朋友，以后家里要是遇到老房子拆迁、分家产，或者得了一笔意外之财，只要自己日子还过得去，千万记住，不要一个人全吞下去，给旁边的穷亲戚，给身边的兄弟姐妹让一点小利。这不是吃亏，这是把钱存进了你的福报银行里。除了金钱上的让利，在人际交往中咱们还要收起一样东西，那就是门第偏见。咱们很多人年纪大了，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有点地位或者有点退休金，走在外面眼睛总是往上看，看到穿得好的有身份的就笑脸相迎，看到保安、保洁、卖菜的，或者那些嘴巴笨、不善言辞的底层人，就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甚至连话都不愿意听人家说完。佛法里讲，这叫缺乏平等心。你凭什么用外在的衣服和口袋里的钞票去评断一个人的善恶和能力？这世间有很多才华横溢、心地善良的人，可能就是因为出身不好，一辈子都在底层挣扎。你轻视他们，其实是你自己傲慢。你很有可能因此一脚踢开了生命中能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的贵人。老祖宗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哪怕是看似最不如你的人，当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也应该把嘴闭上，耐心地去倾听，多听少说，不仅能学到东西，更重要的是你能结下广大的善缘。还有，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了那种不讲理的小人，你该怎么办？你也是守口如瓶，不要去跟他讲大道理，更不要去指责他，跟他结仇。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真正有智慧的老人，遇到小人一眼看穿，然后嘴上不漏半个字，识趣的悄悄地避开他。惹不起咱们躲得起，这绝不是懦弱，这是不跟烂人结恶缘，是真正的明哲保身。好，做到了咽下争吵的话，藏起炫耀的话，不吃独食，悄悄分润，你晚年的人际关系基本就稳如泰山了。但是还有最后一件你必须死死闭上嘴的事，这也是最难做到的一步，它关乎你这一生最深层的修心境界。有太多人一辈子都卡死在这一关上。这第4件要守口如瓶的事，就是当别人批评你、指出你缺点的时候，你必须收起那张想要反驳的嘴。诸位老朋友，你们想想看，咱们这辈子最喜欢听什么话？肯定是好听的话，顺耳的话，夸奖咱们的话，这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佛法里讲，喜欢听好话是众生心里一种极深的无明习气。什么叫无明？就是你看不清自己真实的模样，你被自己的虚荣心蒙蔽了双眼。那些平时总是顺着你奉承你的人，他们说的话就像是蒙汗药，他们为了不得罪你，用各种好听的话把你身上的缺点包装起来，让你舒舒服服地躺在自满里头，最后怎么摔跟头的你都不知道。相反，如果你的身边有一个人，他敢冒着被你记恨、被你骂的风险，直接挑出你的毛病，指出你哪里做错了，哪怕他说的话再难听、再刺耳，我也要恭喜你，这是你生命里的贵人，他的批评就是一剂帮你去毒的消炎药。佛法讲得很透彻，一个人怎么才能消业障？不是光在嘴上念几句经就算了，当别人骂你、批评你，甚至冤枉你的时候，你心里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火冒三丈，那股子我慢马上就要顶出来，想要开口去争辩、去反击。就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把嘴闭上，不动怒、不辩解，在心里默默地想，他这是在帮我消业障啊，有错我就改，没错我就当是还了过去欠下的债。只要你咽下去了，这口反驳的气不护短，不去闻过是非，借着这个难堪的境遇来打磨自己的心性，你身上的那些烂障恶缘当下就消掉了一大半，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在西汉时期，有一位极其有名的好皇帝，叫汉文帝刘恒，他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太平盛世。汉文帝这个人平时很节俭，也挺克制，但他作为一个皇帝，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有私心。他晚年的时候极度宠爱后宫里的一位妃子，叫盛夫人。汉文帝太喜欢她了，甚至到了想要打破一切规矩，赋予她和皇后同等尊荣的地步。有一次，汉文帝带着皇后、盛夫人还有满朝的文武百官去皇家园林上林苑游玩，到了地方要入座休息了，按照当时的规矩，皇后就是皇后，妃子就是妾，座位的尊卑高低是绝对不能乱的。可是汉文帝为了讨盛夫人的欢心，彰显自己的权力，他暗中下了一道命令，让底下的太监把盛夫人的座位直接搬到了和皇后平齐的位置上，这在当时可是乱了，伦理纲常的大事。但满朝文武谁敢说话，谁敢触皇帝的眉头？大家都是聪明人，都在装糊涂，都在顺着皇帝的心意。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名叫袁盎的大臣，他是个直肠子，他大步流星地走上前去，当着所有人的面，一把抓住盛夫人的座位，猛地往后拉退了好几尺，直接把盛夫人降到了下座。这一下，整个场面瞬间失控了。盛夫人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当场大哭起来，死活不肯落座。汉文帝一看自己心爱的女人当众受辱，这简直是把皇帝的脸面按在地上踩。汉文帝大发雷霆，连话都气得说不出来了，猛地拂袖而去，连游园的兴致都没了，直接坐上车辇回了宫。回到宫里，汉文帝气得浑身发抖，正琢磨着怎么收拾这个不知好歹的袁盎，没想到袁盎这头倔驴竟然自己追进了宫里，要求当面见皇上。汉文帝阴沉着脸看着他，袁盎不仅没有下跪求饶，反而说出了一番极其刺耳、极其难听的话。袁盎指着汉文帝说：“陛下，您以为您把他的座位排在皇后旁边是爱他吗？您这是在把他往火坑里推。
您难道忘了当年高祖皇帝的宠妃戚夫人的下场了吗？这句话一出来，就像是一道晴天霹雳，直接劈在了汉文帝的头上。戚夫人是谁？那是上一代皇帝最宠爱的女人，当年也是仗着皇帝的宠爱逾越了规矩，结果老皇帝已死，戚夫人落到了吕后的手里，被做成了人渣，死得惨不忍睹。这是汉朝皇室里最惨痛也是最避讳的一道伤疤。袁盎竟然敢当着皇帝的面揭开这道血淋淋的伤疤，这话说得太难听了，这就等于在骂皇帝，你再这么纵容他，将来你一死，他也离死不远了。诸位老朋友，如果换作是一个普通的被我慢控制的人，听到别人这么诅咒自己心爱的女人，揭自己的短，肯定立刻下令把袁盎推出去砍头了。但是汉文帝没有，汉文帝听完这番话，他不仅没有发火，反而把那股帝王的傲慢和面子硬生生地咽进了肚子里。他彻底醒悟过来了，他知道袁盎这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在点醒他，在救盛夫人的命，也是在保全他一世的英名。汉文帝沉默了很久，最终叹了口气，不仅没有杀袁盎，反而立刻重重地赏赐了他。从那以后，汉文帝彻底收敛了自己的私欲，再也没有做过越矩的事情。他也因为能够虚心接受这样刺耳的批评，最终成就了千古明君的伟业，留下了深厚的福报。你们看，连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都能咽下那么刺耳的话，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还有什么批评是咽不下去的呢？老朋友们，回到咱们自己的生活里，你想想看，平时在家里，你的老伴说你衣服没洗干净，说你买的东西不实用，或者逢年过节，儿女回家看到你的一些老习惯，忍不住指责你两句，说你思想落后了，说你固执了。这个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马上就炸毛了？是不是立刻就要把话怼回去，非要证明是他们不懂事？如果你反驳了，你赢了嘴仗，你这就叫拒绝受教，你是在抗拒老天爷，借着他们的嘴来帮你改毛病，你把家里原本和顺的磁场给破坏了。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听我一句劝，当别人指出你的错，哪怕态度不好，哪怕话说得难听，你先咬住牙，把嘴闭严死了，在心里默念一句谢谢你提醒，这4个字就是你晚年修行路上最强大的一句咒语。只要你咽下了这口气，不发火，不辩解，你的业障就消掉了一大半。好了，道理咱们都讲透了，不能争对错，不能乱炫耀，得了好处要分润，挨了批评要闭嘴。但是回到现实生活里，咱们这张嘴具体到底该怎么管？有些话到底该怎么说？我给诸位整理了4个极其管用的抓手，只要你照着做，保准你晚年的日子越过越踏实。这第一个抓手就是在饭桌上修辞之余，把争对错的刻薄话咽下去。咱们老朋友逢年过节总免不了要和亲戚朋友聚个餐，在饭桌上你肯定会碰到那种喜欢吹牛的，或者对某件事胡说八道颠倒黑白的亲戚。这个时候你心里门清，你的老习惯肯定又想开口去纠正他，想用你的知识给他上一课。听我一句劝，话到嘴边硬生生的给我咽回去，你就坐在那儿笑一笑，点点头，看破不说破。你得明白，这绝对不是让你憋屈，这是在护住你自己的气场。你不开口去伤他的面子，你就没有去结那个怨恨的恶缘，
你管住了嘴，不跟糊涂人争对错，就等于把福气死死锁在了自己身上。第二个抓手，家里的大好事必须烂在肚子里，绝不漏福。人老了，谁不盼着儿女有出息，自己手里有点闲钱？如果你这个月退休金涨了一大截，或者在外地打拼的儿女给你买了套大房子，换了辆好车，自己关起门来，一家人偷着乐就行了。走出门去，遇到街坊邻居，遇到老同事，半个字都不要提。不仅不能主动提，如果有人跑来奉承你，说你命真好，儿女真孝顺，你心里立刻就要拉响警报，绝不能顺着他们的话去显摆。你要赶紧转移话题，或者主动说几句自己身上无关紧要的难处。为什么？因为你要防着别人。心里的贪嗔痴，收起虚荣心，深藏锋芒，不给别人嫉妒和算计你的机会，才是晚年最大的清醒。第三个抓手叫做善财平事，在暗处悄悄结善缘。这就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在钱财上，如果你晚年真的遇到老房子拆迁，或者手里得了一笔意外的好处，千万别一个人吃独食，只要自己日子过得去，悄悄拿出一小部分分给身边那些真正对你好或者生活困难的亲友。你让出的这点小利，能把他们心里的怨气化解得干干净净。另一方面是你待人接物的态度，你去菜市场买菜，在小区里散步，遇到那些穿得破旧的嘴巴笨的底层人，收起你高高在上的姿态，多给个笑脸，耐心听人家把话说完。要是遇到那种胡搅蛮缠的小人，咱们更要闭严实嘴，不当面拆穿，找个借口慢慢疏远他。你平视所有人，不凭背景看人，避开是非，这也是在闷声积攒你自己的福田。第四个抓手也是最难的一点，就是闭嘴受教，借着逆境来消业障。咱们在家里最容易跟你起冲突的是谁？往往就是你的老伴，或者是认识了几十年的老朋友。当他们板着脸指出你哪里做错了，说你脾气太臭，老习惯太差的时候，你心里的那团火肯定趁地一下就上来了。第一反应就是找出10000个理由去反驳。从今天开始，咱们换个做法，只要别人指出了你的毛病，你先把反驳的话咽进肚子里，强迫自己先开口说一句谢谢提醒，就这4个字。只要你说出口了，你那个骄傲的头就低下来了。你别管对方态度有多不好，你就把它当成是老天爷派来帮你挑毛病的，你立刻认错，不护短，不辩解。你过去欠下的那些烂账和业障，就在你低头的这一瞬间消散了一大半。把这4条做到了，你这张嘴就算是真正管住了。好了，咱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为了怕大伙儿听完转头就忘，我再最后啰嗦一遍，这3个管住嘴的佛法道理和修行做法，你们回家一定要死死守住。第一，争辩赢了也是输，那都是你的我慢在作祟。回去如果在饭桌上遇到糊涂人说糊涂话，千万别去争对错，把话咽下去，笑一笑，不接茬。第二，四处显摆和吃独食必定招来祸患，财散了才能结下善缘。以后家里有什么大好事烂在肚子里，得了一点好处，悄悄分一点给身边人。第三，顺耳的好话是毒药，逆耳的批评是帮你消业障。别人要是批评你，指出你的错，别急着发火反驳，先闭上嘴，点点头说一句谢谢提醒。老朋友们，人到了晚年，真正的福报不是你有多少积蓄，也不是你年轻时有多大的本事，
而是你能降服自己这颗浮躁的心，守住咱们这张嘴，不去争面子，不去炫耀优越感，不去贪图独占的好处，你不去惹众生的烦恼，不给别人造恶业的机会，老天爷自然会护着你的周全。你把心放平了，家里的磁场就顺了，晚年的福报才会安稳，儿女回来看你也会觉得踏实欢喜。如果你觉得南师今天讲的这些底牌话对你有帮助，请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关注我，把你每一次的转发当作送给亲戚朋友的一份清凉贴，这不仅是在提醒别人避开是非，也是在为你自己和家人积攒一份福德。最后咱们说句透底的话，文字是有力量的，人的念头是有极其巨大能量的。我希望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老朋友都能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一句善言。你可以写口吐莲花结善缘，也可以写深藏不露的大自在。这不是让你们随手打几个字，而是让你在当下亲手为自己种下一颗善的种子。当咱们千千万万个老朋友的善念在这小小的屏幕底下汇聚在一起的时候，那形成的磁场是不可思议的。你今天写下的一句祈福，那股慈悲温暖的能量最终都会回向到你自己身上，回向到你的儿女和家人身上，护佑你们把往后的日子过得和风细雨，踏踏实实。